来看这个视频，一枚火箭弹呢正在朝 MEA 准确的射过去，显然击中了它的炮塔。你看啊，它就像是一个被点燃的蜡烛一样，冒起了熊熊大火。所以坦克主燃的结局会很惨吗？其实并不会啊，这是 MEA 被炸过之后的样子，看起来还相当的完整。要不是美国人财大气粗，直接把它丢弃的话，拖回去稍微一修呢，还能继续使用了。刚才那个爆炸起火其实是有点故意为之的，因为他把自己的弹药仓放到了炮塔的后边，与成员舱之间呢隔着厚厚的防爆板，只会在每次装弹的时候短暂打开。而在弹药仓的顶部啊，虽然也使用了足够厚重的装甲，但是相对其他部位呢，在用螺栓固定在炮塔上时会稍微弱那么一点点，所以一旦被击中引起了弹药仓爆炸，它就会首先将顶上那个较弱的板子炸飞，把能量释放到外面去了。虽然看起来很火爆，但是却用这样的方式保护了里面的安全。这是一个弹药仓爆炸时内外视角不同的画面，虽然比较模糊，但是呢也能看出它们之间巨大的区别了。这个故意被设置来容易炸飞的板子呢，就叫做防喷板。而实际上，为什么美国不像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在自己最先进的主战坦克里面使用自动装弹机，这种尽可能保证成员安全的储弹方式，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了。因为一旦使用自动装弹呢，弹药和成员之间的物理隔离就没法做得这么彻底嘛。那美国人究竟有没有考虑过自动装弹机？他们又会把它设计成什么样子呢？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我后面就讲给你听啊。终于有新车上市了我说的是战车啊，更准确点讲是坦克。德国莱茵金属最新推出的 KF51黑豹，号称是属于未来的第4代主战坦克了。由于目前只有官方给的宣传册可以看啊，那我们就只好先盘盘那些在纸面上看起来比较酷炫的数据呗。对了重点看炮塔啊，因为它的底盘呢只是基于豹2小改了一下，似乎没有太多的亮点。你看宣传册上敲黑板的地方全都集中在这个上面嘛。我们来挑几个。首先是全新的130毫米滑膛炮了，世界第一毫无疑问。至少在口径上嘛，比其他120毫米的炮呢大了一圈，是肉眼可见的杀伤力提升啊。同时这门火炮也是由数字化加持了的。通过一个所谓的未来火炮系统，数字和光学的综合信息将同步显示在车长和炮手的屏幕前面，让他俩都可以对开火做出决策。其次估计是人力成本上升太快了，他们终于决定让机器来自动装弹了。20发的备弹量全都可以通过自动装填机来搞定，同时也能在几个不同的弹种之间呢灵活切换。然后你看这个部分搭载的是一架无人机，它可以随时起飞，把车内的视野带到上帝视角，可以让成员在不冒头的情况下洞察四周，也能够更好的隐蔽在建筑物的后面发动视距外的攻击。可以用无人机自带的 7.62 毫米遥控机枪，也可以发射坦克上面的4枚 Hero 120反坦克导弹。另外一些亮点呢，还包括屏幕真的很多基本上你可以把车身想象成是透明的了。只需要3个人就能够操作，而且每个人的前面呢都是一套可以完全控制坦克上所有功能的系统了，因此缺了谁也能够由别人顶得上嘛。不过空间呢其实是够坐4个人的，多出来的一个可以是战斗力倍增器嘛？不，应该是倍增角色。好了，我感兴趣的差不多就是这些了，漏掉的你来帮我补上呗。当今坦克谁是王者？要我说就是梅卡瓦，因为他至少是个特立独行的王者。当其他主战坦克都在把自己看似最值得保护的发动机放在最安全的屁股上时，唯有他反其道而行，偏偏就是要把发动机装在离敌人更近的地方，前面。所以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样做究竟是让它成为了一辆更好的坦克，还是一辆更差的坦克呢？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如果你去翻看一下其他资料的话，往往会看到这样一句简单的结论：梅卡瓦之所以要把发动机装在正面是为了在遭到袭击时把它作为肉盾，以此来更好的保护车身当中的成员，并为他们留出宝贵的逃生通道。因为后面没有发动机挡着嘛，所以梅卡瓦另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开了一个后门，既能够让里面的成员快速的进出，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带上更多的士兵，充当一个临时运兵车的角色。看起来以色列对人的关心显然是高于了对设备的关心，这点值得点赞。但是理由就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嘛。咱们再来挖挖更深一些的原因。
梅卡瓦坦克的开发呢，始于1970年代，直接的诱因就是1967年和1973年发生的中东战争了。在1967年的那场战争中呢，装备着 M48和百夫长坦克的以色列装甲部队，多数时候都是在脱离了步兵的陪伴下单独作战的。而效果嘛，居然是相当显著啊！于是以色列就据此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阿拉伯的士兵啊，在面临强大的坦克部队时，只会选择退缩。既然这样，我干嘛还需要那么多的火炮与机械化步兵呢？与其把资源浪费在他们身上，不如组建更多的坦克连，让优势更加突出。全坦克这个概念就出现了。他认为，只要我有一种既能够防御又能够进攻，能携带步兵进入战场，能载着伤员撤离火线，还具有指挥与控制能力的综合性能极强的坦克的话，就一切都尽在掌握了。这些都汇聚到了梅卡瓦的设计上。所以一方面以色列继续发展这辆新坦克的概念，另一方面呢，把大幅削减的机械化步兵和火炮开销用在了采购更多升了级的百夫长和 M60坦克身上，期待下次作战能见奇效啊！结果1973年的那一仗呢，是既证明也否定了以色列的概念。由于阿拉伯的士兵已经拥有了更加先进的反坦克武器，准确讲呢，是来自于苏联的 AT3萨格尔反坦克导弹，所以他们见了以色列的坦克部队是既没有跑，也没有让对方跑。以色列人承受了惨痛的损失，在多个战场上，不管是坦克还是装甲运兵车，都被炸得体无完肤。而且这种状况不光发生在坦克单独行动的地方，就连还保留了机械化步兵伴随的坦克部队也一样如此啊！所以以色列人呢，这次又上了一课。机械化步兵，确实是没啥鸟用。但是如果坦克弱鸡，也只有挨打的份儿。以色列人真正需要的是一辆火力强大、防护牛逼的现代化坦克。是时候轮到梅卡瓦登场了。于是火力靠先进的120毫米 L44滑膛炮来保证，那防护呢？考虑到以色列人是被带着巨能装药战斗部的高爆反坦克导弹给整惨了，所以他们想到的那肯定是针对高爆弹的有效防护嘛。高爆弹的作用机制呢，我们之前讲过，本质上就是一团融化的金属靠高温高压来贯穿装甲，对坦克内部的有生力量造成伤害的。那对付它，你只要保证有足够的装甲厚度就可以了。但是装甲厚了，成本就高了嘛，坦克就重了嘛，其他各种各样的牺牲和妥协呢，也都随之而来了。难道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吗？要我说，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别人没想到的方案，怎么就被他给想出来了呢？发动机，你看这么大个铁疙瘩，如果我把它装在坦克的前面，挡在敌人的高爆弹和自己人的肉身中间，不就绝对安全了吗？你别说，还真是的。哪怕发动机它并不是军制装甲，更不是复合装甲，但是它够厚呀，挡住高温金属的侵袭，肯定还是没问题的。不过有人就要提醒了，难道以色列人忘了还有一样叫做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东西吗？它那根动能极高的钢针看起来是发动机绝对挡不住的呀。的确是挡不住，但这个问题呢，我想稍后再说。于是就这样，梅卡瓦的发动机就被装到了前面。很多人因此就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设计，它让梅卡瓦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坦克。可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商榷。第一，机动性。由于现代坦克的主动轮与发动机呢是放在一起的，中间只是通过变速箱和差速器来连接，无法加入任何的悬挂装置，这就使得发动机在前，主动轮也在前的梅卡瓦机动能力明显不足，在崎岖的全地形路段行驶的时候呢，甚至还有断轴的风险。跟其他主动轮在后可以装上悬挂装置的诱导轮在前的坦克相比，劣势就很明显了。而且它不光自己不太能跑，连别人背着它跑都要更费劲一些啊！为了在车身前部塞下庞大的发动机，并为其配置还说得过去的保护装甲，梅卡瓦的车身宽度比其他两辆排名第2的坦克 M1 和豹2还宽了近半米，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世界上最宽的坦克，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它通过轨道和公路远程运输的能力。也许对小国以色列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他就从来没有想过把好东西卖出去一点吗？第二点安全性。虽然挡在前面的发动机是挡住了来自外面的爆炸，但万一要是爆炸来自里面呢？
由于发动机占据了车身前部大量的空间啊，炮塔就只能整体后移了，这就限制了炮塔后部悬空部分的长度，使得炮塔空间有限，不能够像 M1 豹二坦克那样把弹药装在炮塔后面一个完全独立的带有防喷板的隔间里面，只能将其存在车身当中以及用作后面撤离通道的两旁。尽管每一枚炮弹都装在了一个防爆的桶里面，但是中弹和着火时发生弹药爆炸的风险呢，还是比别人高很多。第三，隐蔽性。把发热最高的发动机放在前面，等于就是在黑夜里在自己的脑门上带了一盏明亮的头灯嘛，是无法将显著的红外热源像别的坦克那样隐藏在自己的屁股后面的，在红外成像仪下面就更容易暴露了。另外，炮塔的后移呢，也导致炮管的下倾角度受到了限制，无法打埋伏，躲在小土坡后面慢慢的瞄对方了。最后啊，难道打坦克战最好的方式就是一遇到敌人便停下来，放出士兵冲上去肉搏吗？因为他的装甲太脆弱了，它的发动机太容易被打爆了，它的油箱对了啊，刚才我忘了提，它的油箱呢也一样摆在了前面，太容易燃了，所以基本上遇到交战梅卡瓦就得停下来了，好疏散乘客嘛。但是一辆在战斗中可以持续移动、可以持续保护成员的坦克，不才是一辆好的坦克吗？哎呀，这么看起来都到第4代了，梅卡瓦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环顾整个世界，谁家主战坦克不会发射一发就要他小命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呢？问题就在这里了。什么才是好坦克？是由它奔赴的战场决定的。梅卡瓦的战场来的通常不是一些能够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主战坦克，而是手持 RPG 肩扛 ATGM 的武装人员。他最好的角色呢，当然就是一个装着坦克炮的装甲运兵车啦。从这一点上讲呢，他真的很出色啊！我呢也真的很喜欢他。当年买的第一辆坦克模型就是梅卡瓦3了。你呢是怎么看梅卡瓦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火箭发射相当激动人心，但你得要感谢这些不但展现了火箭点火的瞬间，也一路跟拍直到火箭进入太空的摄影画面了。因为想要拍下它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刚刚看过的火箭直播画面都是怎么拍出来的。其实我最好奇的有2点，一个是近，一个是远。近的是火箭发动机点火的瞬间，位于喷口下方的画面是怎么拍出来的。要知道这些以每秒数千米的速度喷出的炽热燃气，温度可以高达3000度，再给点力都能接近太阳表面的温度了。摄影机对着它，真的就不会花吗？另一个就是远，这些庞然大物起飞之后呢，是以惊人的每小时5000公里的速度远离地面，同时也在远离地面上对着它拍摄的摄像机。然而，为什么我们依然还是能够拍下那么清晰的飞行画面呢？难不成是跟着它一起飞的吗？好，一个个来。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尽管这些唯美的画面看起来似乎就是为了满足你我这等吃瓜群众的好奇心的，但实际上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为了向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展示出在火箭发射的各个关键阶段都发生了些什么，比如引擎点火、脱离支架、姿态调整、助推器分离等等。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呢，它们还会成为事故调查中最重要的关键证据，比如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灾难。所以现在你想明白了为什么工程师要不惜一切的代价在火箭下面、在火箭的四周、在火箭身上布满摄像机了吗？那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娱乐观众只不过是顺带的而已。不过我已经很满足了。为了仔细观察火箭发动机点火瞬间的状态，工程师将每秒能够拍摄500张画面的高速摄影机直接安装到了发射平台上面。但其实就像画面里面本身已经拍到了的一样，在烈焰之下，摄像机是如何保全自身的呢？原来它是被安装在厚厚的水泥垫内部，既没有靠近发动机喷口，也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抬头望向那个红彤彤的屁股，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一块由石英玻璃制成的耐热反光镜而已。通过跟潜望镜类似的原理，安全的拍出了这样的宝贵瞬间，让我们也能贴着鼻子感受到火箭的温度。类似的摄像机其实布满了发射架，从而能够让工程师们全面的掌握火箭从启动到脱离这整个过程的每一丝细节。那么上天之后呢，我们该怎么追着火箭拍呢？如果你对摄影有一点了解的话，应该知道一种叫做长焦镜头的东西。就是焦距越长呢，越能把远处的景物给拉到近处，然后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日常生活中呢，不要乱用哦。不过用它来拍火箭嘛，就需要比日常的焦距更长才行了。为了拍出几十公里外满屏的火箭画面，摄影机的焦距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它看起来呢，确实也挺像天文望远镜的哦。焦距往往要达到10000毫米以上才足够把火箭拉到我们眼前，但这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焦距越大，视野范围也就越窄，而火箭又跑得飞快，想要把它锁在画面中央，摄像机就要同步跟着火箭来转。想想你也知道啊，这可不是一个能靠徒手举着摄像机就能够完成的活。实际上，为了达到目的，拍出效果 ，NASA 很早就在开发能够追踪火箭发射的光学系统了，甚至找过了他自己的历史。1946年天文学家克莱德·汤博，就是在16年前发现了冥王星的那位，被军方邀请来改进一款可以更方便的拍火箭的装置。于是汤博的团队就把一台二战中剩下的 M45防空机枪塔做了一些升级改造，用2台接着35毫米胶片摄像机的天文望远镜换掉了原来的50毫米机枪，然后在中间装上双筒镜。拍摄人员坐进去之后呢，一边用双筒镜来观察火箭的飞行轨迹，一边手摇摇柄控制平台来跟上火箭的节奏。于是本来是要把飞在天上的东西打下来的攻击者，如今变成了能够让他们飞得更愉快的守护者。历史赋予一样东西的使命，还真是可以说变就变哦。既然模式定了，后来的 NASA 在地面上拍火箭的装置呢，基本上都是同款升级而已，从手动变成了自动，从黑白变成了彩色，再从胶片变成了数码。而拍摄的火箭呢，也从老套的 NASA 样式变成了科幻的 SpaceX 样式。未来让我们期待更精彩的火箭发射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